现在龙云怎么样了？他决心告老还乡。还乡？我要让他老死在我身边。1947年的夏天，随着解放战争的战火愈演愈烈，身在南京的龙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逃离蒋介石软禁的机会。起初他以辞职相抗，但均以失败而告终。后来他又心生一计，想借着去杭州观潮的机会寻机脱身，但这个请求再次被蒋介石的一句不宜前往，将他的计划彻底打碎。随着时间的流转，龙云深知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他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，那就是以送女儿龙国碧赴美留学为名，前往上海，再伺机逃脱老蒋的魔掌。他盘算着，此计若能成功，便可重获自由；即便失败了，能把女儿送走，自己也将再无后顾之忧。你现在就去美国？不，爸爸，我现在不能离开你。你准备一下，我要亲自去送你。爸爸。为了能亲自将女儿送到上海，龙云甚至放低身段，刻意托关系找到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，向老蒋求情。然而得到的回应依旧是冰冷的不语。龙云有亲共倾向，不宜去上海，你带我劝劝他。上次他去杭州观潮，你没同意，此次再不准他去上海，会不会产生误会？我与他本来就有无法消除的误会。来到南京这么久，老蒋从未给过龙云半分情面，泥人尚有3分火，何况他还曾是叱咤风云的云南王，所以龙云决心不再妥协。第二天，毅然决然地送女儿来到南京火车站，准备一同前往上海。然而，当他们即将进站时，却被荷枪实弹的宪兵拦住了去路。尽管龙云再三保证自己只是送行，但宪兵们依旧如铜墙铁壁般挡在身前，不为所动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啊？喂！龙院长，您只能送到这儿。眼前的情景让龙云彻底明白，前往上海的计划已然破灭，连为女儿送行都成了一种奢望。他缓缓放下扬起的拐杖，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。此刻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屈辱、愤怒与不甘。作为曾经的云南王，他在自己的地盘上一言九鼎，如今却连送女儿出远门的自由都没有。当他举起拐杖又无力地放下时，是他尊严被践踏，内心从愤怒到绝望的真实写照。一旁的随从朱希贤看出了龙云的无奈，连忙保证一定会将龙国碧安全送达。父女俩还想再说几句贴心话，但火车的汽笛声已然响起。临别之际，龙国碧只能哭着拥抱自己的父亲，最后在朱希贤的搀扶下，一步三回头地走入进站口。看着女儿泪流满面的脸庞，龙云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酸楚与不舍。那一刻，周遭的空气仿佛都已凝固，他的眼眶也不自觉地湿润了。随着女儿几声撕心裂肺的哭声和那毅然冲入站台的背影，这位昔日枭雄的心彻底碎了。这一幕与其说是一场父女离别，不如说是龙云与蒋介石之间权力与尊严的又一次激烈碰撞。在老蒋看来，龙云不是客人，而是人质。他对龙云的每一次行动都严防死守，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不信任，更带有一种胜利者的炫耀和对失败者的羞辱。根据历史记载，龙云被软禁于南京后，除了用观潮送女儿作为逃离的借口之外，他还曾以就医、回乡祭祖等名义提出离开南京的请求，但均被蒋介石拒绝。老蒋在日记中也曾提及对龙云的处置，认为必须将其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，以杜绝其与各方势力联系，足见其对龙云的忌惮之深。随着时间来到了1948年，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蒋介石已经有了退守台湾的打算。龙云听到风声，得知老蒋计划将他一同挟持到台湾，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。他深知自己一旦去了台湾，命运将和张学良一样，将永无出头之日。可面对如今的处境，他又无可奈何，只能在家中静坐干着急。直到某天老友妙云台来拜访，才让他看见一线生机。但老蒋的监视从未停止，跟随妙云台而来的还有裴存藩。裴厅长，你有公务，请忙吧。不，我今天专程陪妙公来看望龙院长的。龙云想支走裴存藩，是有许多肺腑之言想对妙云台倾诉，尤其是恳请他帮助自己逃离南京。但裴存藩显然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赖着不走，三人就这样静坐着，大眼瞪小眼，场面一度陷入尴尬。眼见裴存藩如一块牛皮糖般甩不掉，龙云一个眼神示意身边的郑秘书，郑秘书心领神会，立刻走向厨房，开始思考对策。妙云台深知裴存藩在此，谈话无法深入，便只能起身告辞。当几人刚走到楼梯口，郑秘书算准时机，从厨房拿出2只南京特产的板鸭，恰到好处地拦住了裴存藩。龙云瞅准机会，赶紧将妙云台快步地拉下楼。云台，
读书，要接我到台湾去。真的吗？我非得离开这儿不可了。现在只有你才能帮我离开南京了。我可以推迟回昆明，尽快想出办法来。拜托了。妙云台告别龙云后，立即前往上海，找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，那就是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。因为抗战时期，陈纳德的部队长期驻扎昆明，得到了龙云和云南人民的大力支持，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龙云甚至曾将昆明一条通往机场的公路命名为陈纳德路。战争结束后，陈纳德在中国创办了民航运输公司，并与陈香梅女士在上海结了婚。因此，妙云台希望陈纳德能念在昔日的情分上，用飞机帮助龙云逃离南京。陈纳德听闻老友的困境后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尽管这会让他冒着得罪蒋介石的巨大风险。此时他的决定体现了超越政治的个人情谊。虽然他与蒋介石及宋美龄关系也不错，但他更看重与龙云在战争中结下的友谊。他的仗义相助是整个逃离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两人商定由陈纳德的公司安排一架飞机，将龙云从上海送到广州，脱离南京的控制圈。两人简单敲定了一些细节后，妙云台便返回了南京。临行前，他告诉陈纳德，后续会派龙云的警卫朱希贤来上海与他具体对接。你明天去见陈纳德，商量具体办法。可我不懂英语，要找一个英文翻译。对，此人一定要可靠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筛选，朱希贤想到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刘宗岳。此人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龙云的英文翻译，他认为忠诚度应该不成问题。然而，当朱希贤和妙云台找上门时，刘宗岳却犹豫了。这件事太危险，万一被委员长知道了，我一家性命难保啊！西鹏兄，妙老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你还怕什么呢？宗岳啊，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出来帮助他，这才表现出人的品格。最终，刘宗岳出于对妙云台的尊重以及报答龙云的知遇之恩，接下了这趟差事。然而，历史上龙云的逃离计划远比电影中呈现的更为曲折。初期，他除了用各种借口申请离开南京之外，还曾联络过中共地下党。在策划逃跑期间，龙云与我党在上海的负责人吴克坚取得联系，计划乘船前往北方的解放区，但因风险太高未能实现。最终思来想去，才确定了依靠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外逃的这个方案，这也是风险相对较小、成功率最高的一条路。整个计划的总策划和总联络人都是妙云台负责，他利用自己国民政府委员的身份，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，不仅稳住了监视者裴存藩，还亲自赴上海联系陈纳德，并最终说服了关键人物刘宗岳。当然，能帮助龙云逃离魔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陈纳德。如果没有他的这条空中通道，那龙云后续的逃离计划几乎不可能成功。这个团队的成功在于他们共同的目标、高度的信任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在日常生活中要珍惜那些真诚待你的朋友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哪个不经意的瞬间，他们会成为你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。